你知道满清第一风水师的下场有多惨吗？清朝末年时任大清钦天监监正的李金山，在夜观星斗发现紫微地形稀薄，天定寿数已尽，大清皇朝回天乏术。于是李金山提前逃离京城，过起了四处漂泊的生活。没过多久，他身上盘缠用尽，于是便在街边摆摊帮人测字典风水，混口饭吃。可那时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百姓都吃了上顿没下顿，哪有闲钱去看相点风水？没过多久，李金山便饿晕在了路边。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张柔软的床上，旁边还有2个模样俊俏的丫鬟和满桌的鸡鸭鱼肉。饿了许久的李金山饱餐一顿后，见到了他的救命恩人陈廷海，两人一见如故，李金山便留在了陈家。时间一晃过了半年之久，陈廷海每天好酒好肉的招待，让李金山心中很是过意不去。终于有一次酒过3巡后，陈廷海说出了心中的苦恼：贤弟，我陈廷海虽家财万贯，膝下却无一儿半女，这是为什么？老天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李金山闻言有些诧异，他早就给陈廷海看过面相，陈廷海命里无才是七杀入命中的劳碌命，但他的子孙宫显示他应该有2儿1女，本是无财命却有万贯家财，本应2儿1女却膝下无儿无女，他的命格好像被改变了。陈大哥，我观你面相应该是命格出现了问题。贤弟还会看相？略懂一些罢了，还请贤弟帮帮愚兄。第二天，李金山便帮陈廷海看起了风水。一番查看下，陈家家宅的风水没有问题，于是李金山让陈廷海带他来到了陈家的祖坟。当看到此地的风水时，李金山心中有些震惊，这是枕下藏金的风水局。贤弟好眼力，我家祖坟的风水正是枕下藏金的招财风水局。听了陈廷海的话，李金山眉头微微一皱，他已经明白了陈廷海无儿无女的原因。枕下藏金虽是上乘的聚财风水局，却不是什么人都能葬在此穴上。若要葬此宝穴，祖上必须要有很厚的阴德福报，不然就会伤及子孙根，使其断子绝孙。看着形如枕头的山丘，还有埋在上面的2座坟墓，李金山叹了一口气后，将无儿无女的缘由告诉了陈廷海。陈廷海听后一脸慌张，那该怎么办？贤弟，有没有那种不需要阴德福报的风水宝地？有是有，但贤弟你可要帮帮我呀，不然我陈廷海就要断子绝孙了。陈大哥，你的命格已经形成，我也无能为力。你若想改变现在的命运，就多行善事，累积福报，或许会有转变。贤弟，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改变我的命运，求求你帮帮我。陈大哥，不是我不想帮你，如果我帮你逆天改命，必定会遭到天谴，重则五雷轰顶不得好死，轻则眼下腿瘸，一生灾厄不断。贤弟，看在我救你命的份上，你就帮帮我吧。你尽管放心，若遭到天谴，我陈廷海给你披麻戴孝，我陈廷海给你养老送终。见陈廷海苦苦哀求，李金山叹了一口气，他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如果不是陈廷海，可能他早已饿死街头。好吧，我帮你逆天改命。应了陈廷海后，李金山准备将陈廷海父母的坟墓迁到他无意发现的一处上乘风水宝地莲蓬抱子穴上。莲蓬抱子穴，群山环抱7座山丘，远远看去就像一只莲蓬，7座山峰就像莲子被群山环抱，7座山峰旁边还有一座很高的山峰，这也是莲蓬抱子穴的主峰，就像一个大人看着7个孩子。贤弟，我把父母的祖坟迁到这里，是不是就能有后了？莲蓬抱子是上乘的送子风水局，你看7座山峰被群山环抱，就像莲蓬中的7只莲子，预示连生7子。陈廷海按照李金山的要求，把父母放在了主峰上，紧接着又在7座山峰下建了7座空坟。当把所有的事情做完后，大地突然一阵抖动，晴空万里，却天雷滚滚。陈廷海顿时吓得惊慌失措。贤弟，这是怎么了？李金山没有说话，他突然感觉眼前的视线变得越来越模糊，最后陷入黑暗，变成了一个瞎子。他早料到了会遭天谴，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而陈廷海把父母的坟迁到莲蓬抱子穴后，不过1年的时间，他的几个小妾和年过半百的妻子就给他生下7个儿子，这正应了李金山的那句话，连生7子。喜得妻子的陈廷海非常开心。前2年他把李金山照顾得非常周到，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陈廷海感觉家里养着一个没用的瞎子很是晦气，于是他把李金山从最好的客房里赶到了柴房里。李金山很是气愤地找陈廷海理论，却让他知道了一件无法接受的事情。2年前我之所以救你，是因为看到了你身上的令牌钦天令，我才到你是皇宫里逃出来的风水师，才把你带了回来，好吃好喝的供着你，就是为了取得你的好感，然后帮我寻一处风水宝地，好让我延续陈家的香火。现在我已经有了7个儿子，你也没什么用处了，我为什么还要好吃好喝的供着你？陈廷海，你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我跟你拼了！想要拼命的李金山被陈廷海一脚踹倒，然后把他关到了马厩里与马同吃同睡，这一关就是10几年，直到陆天成的出现，李金山的命运才发生了改变。
满清第一风水师竟然被一个小地主关押了20年，直到遇到了我爷爷陆天成，他的命运才悄然改变。那时我爷爷才10几岁，得知李金山的遭遇，爷爷很是同情，他经常会从家里带一些好吃的给李金山。因此李金山便收了爷爷做徒弟，把一身的本领全部传给了他。李金山也从我爷爷的口中得知，陈廷海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恶霸，难怪天谴会来得那么快。转眼间过了20多年，陈廷海的7个儿子个个风生水起，陈家的势力也越来越大，陈廷海俨然成了当地的土皇帝。成儿，我想让你去做一件事，你敢不敢？师傅，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没有我不敢干的。好，我要你去破了陈廷海家的莲蓬豹子穴。好，见爷爷同意，李金山很是欣慰。成儿，你听好了，想要破除莲蓬豹子穴，必须要在月圆之夜，太阳未落山之时，你提前趴在陈廷海父母坟丘后面，等着明月升起时，你会看到坟顶上冒出来一朵莲蓬，然后在莲蓬里会蹦出来7个小孩，围着坟丘喊爷爷奶奶。接着你就会看到坟丘里钻出来一对老夫妇，跟这7个孩子玩耍。这个时候你不要怕，你瞅准机会把坟顶上的莲蓬连根拔起，然后转身就跑，切记千万不要回头。师傅，如果回头会怎么样？你会被吓死。爷爷虽然跟着李金山学了奇门风水秘术，但他从来没有任何实战经验，听着师傅说的如此玄乎，还是有些不敢相信。李金山虽然眼睛瞎了，但也知道爷爷在想什么。成儿，今晚就是月圆之夜，等你去了就知道为师说的是真是假。时间很快到了傍晚，爷爷按照李金山说的趴在了陈廷海父母坟丘后面，不知不觉他趴在坟丘后面睡着了，直到一阵阴风刮来才把爷爷吹醒。他抬头看了看天空，此时明月已经高升，也没见坟顶上冒出莲蓬，更不用说会蹦出来7个小孩子。师傅就会吹牛逼，我这就回去找他理论理论。就在爷爷起身的时候，神奇的一幕发生了，月光照在坟顶上，一朵金色的莲蓬在坟顶上缓缓地冒了出来，7个拇指大的小孩出现在莲蓬上，他们从莲蓬上跳下来，顿时变得跟正常小孩大小一样。7个小孩围着坟丘，不停地喊着爷爷奶奶，爷爷。稍等一会，爷爷奶奶马上就来。话音刚落，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从坟丘里钻了出来。我操，竟然跟师傅说的一模一样。此时爷爷不敢大意，他趁着7个小孩跟2个老人玩耍时，一把抓起莲蓬，转身就跑。与此同时，身后刮起阵阵阴风，还有7个孩子的哭声和2个老人的嘶吼声。还我风水师，坏我陈家风水，我要你偿命！爷爷吓得一路狂奔，可能是出于好奇心，他在奔跑的时候还是回头看了一眼，只见2个老人和7个孩子面目狰狞的在追赶他。爷爷被这一幕吓得头也不回的往前跑，直到跑出莲蓬豹子穴的范围，身后的声音才消失不见。爷爷一口气跑到马厩里，把刚才发生的一幕告诉了李金山。你小子胆子可真大！如今李金山的心愿已了，当天晚上爷爷便背着李金山离开了陈家。莲蓬豹子穴一破，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陈家就迎来了灭顶之灾。莲蓬豹子穴被破后，陈廷海所有的血脉全部在1个月内意外死亡，他受不了打击变成了疯子。后来听说他趴在父母的坟头上被活活冻死，这就是你太师爷李金山的故事。爷爷，你这个故事编得真好，能不能再编一个？这可不是故事。陆天成说着拿出一个小盒子，盒子打开后里面装着一朵金色莲蓬。这就是你在莲蓬豹子穴上拔下来的莲蓬。是的，这叫七子莲，是地脉灵气吸月之精华所成。这个世界上恐怕只剩这一株了。看着爷爷手里的莲蓬，陆家一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大自然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神秘的存在，是人类解不开的。人类其实非常渺小，不过掌握了一点现代科学技术，就否定了古老的文化传承，这是人类最大的损失。想到这，陆家一做出了一个坚定的决定。爷爷，我要重开寺院套。听到我这么说，爷爷顿时陷入了沉默。过了良久，他才缓缓地说道：孩子，一旦你踏上这条路，注定会官寡孤独残育财命全无缘。难道你不怕吗？我不怕。陆家一想都没想就说了出来。所谓的官寡孤独残财命全，正是上天对窥探天机者的惩罚，俗称五弊三缺。当初把他从垃圾桶旁捡回来，可能就是命中注定他要走上这条路。好吧，你想走这条路，我也不拦着你，希望你不要后悔。绝不后悔。好，这是今天令，从今天起你就是奇门一派第108代传人，我派祖师爷是郭璞。切记，今后多行善事，累积功德，可免遭天谴，勿要以术伤人，以术害人。孙儿谨记爷爷教诲。这是随缘堂的钥匙，现在就是你的了。陆家一接过钥匙时，目光却不经意间瞥到了桌子上的乌龟壳和骨简。爷爷，那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你太师爷传给我的。他先事前告诉我要破解上面的文字，可我找过很多考古界的泰山北斗和专门研究甲骨文的专家教授，没有一个人能破解上面的文字。有一位研究甲骨文的老教授推测，这些文字可能是比甲骨文还要古老的天书文。此时陆佳一心中充满了好奇，比甲骨文还要早的天书文上面到底记载了什么？不知在有生之年能不能破解上面的文字。第二天，陆佳一来到了随缘堂。当他走进来的那一刻，画像上的祖师爷突然动了一下，两只眼睛一直盯着他看。陆佳一先给祖师爷上了3炷清香，然后便开始打扫起了卫生。小子，过来把本仙的饭桌打扫一下。我操！没人了，难道自己刚才听错了？这个小插曲陆佳一没放在心上，他低着头继续打扫卫生。画像里的郭璞竟然面带微笑点了点头，还好陆佳一没有看到这一幕，否则他肯定会被吓得撒丫子跑路。打扰一下，请问陆老先生在吗？请问你是？我叫叶梦瑶，是来找陆老先生的。我爷爷已经金盆洗手了，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给我说？我爷爷能看的我都能看，我爷爷不能看的我也能看。叶梦瑶眼神略带失望地打量着陆佳一，因为在每个人的印象中，精通奇门风水玄门秘术的人，应该都是那些年过半百须发皆白的老者，而眼前这个人年纪轻轻的，能有什么本事？关键是 TM 的口气还不小。我是来找陆老先生的，我有急事，如果你能带我去见他，我定会重谢。陆佳一不想让外人打扰爷爷平静的生活，他心里非常明白，眼前的女人并不相信自己。他没有生气，而是打量起叶梦瑶的面相。财帛宫饱满圆润，便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前额天庭左脚腹宫颜色暗滞，应该是他父亲健康出现了问题。哼，一见面就盯着自己看，臭色狼！这可是自己的第一次，必须得给这娘们露两手。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来找我爷爷是为了你的父亲吧？你是怎么知道的？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来找我爷爷是为了你的父亲吧？你是怎么知道的？陆佳一看的没错，2年前叶梦瑶的父亲不知为何双目突然失明，叶家2年来请了很多医学专家都没有检查出原因。就在前些天，叶梦瑶从老中医邝国华的口中得知，他父亲的病可能不是病，于是就让他来随缘堂找陆天成。整个青州知道我爸爸生病的人很多，你能猜到又能代表什么？你母亲在你13岁的时候意外去世，而你16岁的时候命犯桃花劫，被人……够了，不要说了。陆佳一话没说完便被叶梦瑶打断了，因为16岁那年发生的事情对叶梦瑶来说就是一场噩梦。这件事除了他家人，没有任何人知道。你真能治好我爸爸的眼睛？治不好不要钱，如果治好了，最少2000块。他是在开玩笑吗？这2年为父亲治眼睛，少说花了几千万，他竟然只需要2000块。只要你能治好我爸爸，我给你10万。如果你治不好，你就带我去见你爷爷。好，我尼玛，这钱是不是要少了？2人达成协议后，叶梦瑶带着陆佳一到了家里。梦瑶，你怎么把乞丐带回家了？小姑，他是一个风水师，是我找来给爸爸看眼睛的。就他年纪轻轻的，恐怕连风水是什么都不知道吧，还冒充风水师。叶小姐，既然你家里人不欢迎我，我看这件事情还是算了，告辞。站住！我们叶家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吗？不让走，难不成还要留我吃饭啊？傻逼，我特么，是不是小说剧情都要来这么一段？臭乞丐，你给我站住！算了，小姑，让他走吧。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我找来的。臭乞丐，以后再来我们叶家行骗，腿给你打断！陆佳一没再理会他，继续往别墅外走。而就在这时，一个中年男人迎面走来。哟，这不是胡岩松吗？青州学术协会的副会长。胡大师，您总算来了。叶小姐，让你久等了。胡大师，您这样可就见外了。您能来我们叶家是我们叶家的荣幸，看到没有？这才是风水大师，也不撒泡尿照照，毛都没长齐就敢自称风水师。我尼玛，这女人的嘴还真毒。算了，好男不跟你斗。胡大师，劳烦您亲自跑一趟，有失远迎，还请见谅。来人正是叶梦瑶的父亲叶孤城。当陆佳一看到他时，心里暗暗吃惊。此人双眼、脖子、右腿和胸口都有一滩黑气笼罩，看着黑气的浓度，恐怕过不了多久他还要出事。你个臭乞丐，怎么还不滚？叶小姐，好好照顾你的父亲吧，不出3天，你父亲还会出事。我不让你替我爸爸看病，你就诅咒我爸爸。现在的骗子太多了，以后不要什么人都往家里带。我知道了。青州某小学5名少年去青城水库洗澡，2名少年溺水意外身亡。如今已经过去3天，尸体至今没有找到，搜救队还在继续寻找。哎，2个年幼的生命就这么没了，真让人惋惜。先生，我儿子在水库里洗澡被淹死了，尸体到现在还没找到，求求你帮我们找找孩子吧！只要找到孩子，花多少钱我们都愿意。2位还请节哀，放心吧，搜救人员一定会找到你们孩子的。我是风水师，找人这种事，你们应该去找阴阳术士。求求你帮我们找找儿子，整个水库我们都找了好几天，就是找不到。看着2人苦苦哀求，陆佳一最终还是心软了。好吧，你们先去买2个葫芦、2只公鸡和香烛纸钱。
2名孩子在水库溺亡，搜救队用先进设备搜寻几天都未找到孩子的尸体，而我只用了2个葫芦就让尸体浮出了水面。说说情况吧。前几天我儿子和几个同学去水库里洗澡，他为了救溺水的同学被一起带进了水底，救援队搜救了3、4天都没有结果。后来在救援队的提议下，我们找遍了附近的道士和神婆，钱花了不少却一点用都没有。就在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不知不觉就走到了随缘堂。看来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很快，陆佳一他们来到了青城水库，救援队的人还在水面上搜救，另一位溺水孩子的父母正坐在岸边呆滞地看着水面。走，咱们先去找孩子。你是干什么的？张队长，这是我在随缘堂请来的陆先生，是来帮我找儿子的。你是不是傻？就他这样的能帮你们找儿子？还有你，他们一家人已经够惨了，你还来骗他们？你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我们搜救队的人用很多先进的设备都没找到孩子，你拿什么找？就靠你这2个破葫芦和2只公鸡吗？没错，你们放心，找不到孩子我分文不取。陆先生，不管能不能找到孩子，我都不会让你白跑一趟。陆佳一点了点头，把2只公鸡放在了水库边上，紧接着他点上清香，口中开始念着咒语，2只公鸡就蹲在那安静地听着。当清香烧完后，2只公鸡同时叫了一声，并且还点了点头。陆佳一把2个葫芦放到公鸡的身边，当葫芦落地的那一刻，2只公鸡头一歪，瞬间失去了生命气息。李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小点声，把你们孩子的生辰八字告诉我。得知八字后，陆佳一手掐剑诀，对着葫芦放在水边的2只葫芦像是有了生命一般，直接跳到了水里。葫芦落水后竟然溺水向水库里面飘去，没过多久葫芦就停了下来，漂浮在水面上纹丝不动。这不可能是真的，肯定是他使的障眼法。李先生，葫芦怎么不动了？是不是我们的孩子就在下面？几位，麻烦你们回避一下。为什么？你们站在这里，孩子是不会出来的，他们不想看到你们伤心的样子。王军夫妇几人离开后，原本漂浮在水面上的2只葫芦突然缓缓下沉。队长，那2个葫芦沉入水底了，赶快上设备看看葫芦去哪儿了。搜救队员接到命令，立马将摄影机放入水中。这也太邪门了吧！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张队长打死也不会相信，在没有任何外力的影响下，葫芦能沉入水底。大约过了10分钟，2只葫芦落到了淤泥上，可摄像机里并没有发现2个孩子的尸体。那2个孩子呢？不要着急，继续往下看。陆佳一目光平静地看着水面，水里似乎有一团绿油油的光时隐时现。这水库里有脏东西啊！张队长重新盯着屏幕，当他看到屏幕上的画面，顿时吓得惊叫一声，因为画面里一个小孩的头颅正顶开淤泥，慢慢的钻出来，葫芦好像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正把深陷淤泥里的尸体给拉了出来。大约过了5分钟，2个孩子的尸体都被带了出来，葫芦上升的速度很慢，大约又过了20分钟，2只葫芦才把尸体带出水面。太邪门了，竟然用2个葫芦就能把深陷淤泥的尸体拽出来，这怎么可能？李先生，刚才多有冒犯，还请见谅。没事，你也是一片好心，我不会怪你的。陆佳一心平气和地说着话，但他的目光始终盯着水面，那团绿油油的光在水里时隐时现，非常诡异。这个水库里有脏东西，以后离这个水库远一点。还有，挖个坑把这2只鸡埋了。交代完后面的事情，陆佳一便转身离开。等回到随缘堂时，陆佳一发现叶无双和叶梦瑶正站在门口。你个该死的东西去哪了？害得我们在这里等了你那么久。臭娘们，你不要太过分！你敢喊我臭娘们，我跟你拼了！小姑，不要闹了，爸爸还在医院里躺着呢。臭男人，你给我等着，咱们的账日后再算。这个女人真的是不可理喻，她这辈子要是能嫁出去，除非日月颠倒。陆先生，对不起，那天都是我的错。你若是来道歉的话，没那个必要，我根本就没把那件事放在心上，请回吧，我不想看到你们。陆先生，求求你放过我爸爸，那天是我得罪了你，跟我爸没有任何关系，求你收回诅咒，不要伤害我爸爸。我想你是误会了，你爸变成那样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你们不要再缠着我了。该死的东西！你那天离开我们叶家时说我哥3天会出问题，现在全部应验了，我哥现在变成了瘸子、哑巴，还患上了肺痨。你现在说不是你下的诅咒，我们会信吗？我都说了我不会下咒，你们还有完没完？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应验了，你还说你不会下咒？说吧，需要多少钱才肯解除我哥哥身上的诅咒？实话给你说，你爸之所以变成这个样子，是因为你家风水有问题，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臭娘们，你不是很凶吗？告诉你，用不了3天，你也会变成瞎子，变成哑巴。我的眼睛，我的眼睛看不见了。梦瑶，你在哪里？我的眼睛看不见了。小姑，我在这里，快带我去找胡大师，我不要变成瞎子。陆佳一，你真的好狠毒！如果你不解除我爸和小姑身上的诅咒，我叶梦瑶跟你势不两立。姓陆的，你给我等着，我们叶家跟你没完。
都怪我这张臭嘴。此时的陆佳一也已经猜到，叶孤城两兄妹之所以会那样，是因为他们叶家祖坟风水上出了问题。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解决，接下来出事的就会是叶梦瑶。早知道就不开随愿堂了，1分钱没赚到，还惹上了这么大的麻烦。我操！哥哥，你不要害怕，我们是来感谢你的。谢谢你能让我们爸爸妈妈看我们最后一眼。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们不用放在心上。希望你们早日投胎，下辈子离水远一点。哥哥，你能帮我们给爸爸妈妈捎一句话吗？谢谢哥哥，麻烦你告诉我们的爸爸妈妈，让他们不要想我们，忘了我们，开开心心的活着。陆佳一眼含泪水点了点头，两个小孩接着告诉他，青城水库里有一条会发光的鱼，他们就是被那条鱼拉进水里的。看着两个小孩消失不见，躺在床上的陆佳一突然惊醒，他心里明白，这是两个溺水的小孩托梦来谢恩的。原来那绿光是一条鱼啊，可什么鱼会发光呢？陆佳一，你个大混蛋，赶快给我滚出来！这个女人怎么又来了？叶小姐，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爸和你小姑变成那样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请你不要再来烦我了。此时的叶梦瑶根本就不听陆佳一的解释，因为昨天晚上她带着小姑找到了玄术协会的副会长胡岩松。当胡岩松看到眼睛瞎掉的叶无双，也是很惊讶。他本想着怎么忽悠这两个女人，结果叶梦瑶把陆佳一的事情说了出来，胡岩松便一口断定这是陆佳一下的诅咒，他也无能为力，唯一的方法就是找下咒的人解除诅咒。你不就是想要钱吗？这里是10万块，只要你解除我爸和小姑身上的诅咒，我再给你90万。叶小姐，我这个人是金钱如粪土，钱不钱的都无所谓，主要是你对父亲和小姑的一片孝心打动了我。看在你一片孝心的份上，我答应解除你爸爸和你小姑身上的诅咒。既然你同意了，就赶快解除我爸爸和小姑身上的诅咒，让他们少受一点罪。好，你稍等一下，我带点东西。叶小姐，想要解除诅咒，我必须先去你们叶家的祖坟看看。为什么要去我们叶家的祖坟？这跟解咒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不去你们叶家的祖坟看看，我解不了你爸爸和小姑身上的诅咒。好一处金龟孵蛋的上乘风水局。你刚才说什么？我说你家祖上的风水局叫做金龟孵蛋。金龟孵蛋风水局的葬法非常讲究，墓穴位置必须选在龟下面，因为乌龟的背是中间高两边低，如果把蛋放到乌龟背上，那就会你们叶家之所以有钱，都是这金龟孵蛋的功劳。胡扯，风水根本就不存在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们叶家有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No。叶小姐，请问这是什么？手机啊。两个手机相隔千里，为什么能通话？因为手机能接收信号。那你能看见手机信号的存在吗？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眼睛看不到的，比如磁场、空气，不能因为你看不见它们就否定它们的存在。风水的存在就像手机信号，我虽然看不到它，但它却真实的存在，懂吗？哼，不管你怎么说，在我眼里风水就是不存在的东西。既然你不相信，那又怎么相信是我诅咒了你爸爸呢？走，我会让你亲眼看到风水的存在。陆佳一两人很快来到了叶家的祖坟前，他仔细观察了一圈，掏出罗盘，罗盘的指针转动，没一会指针指向了旁边的一座坟丘。坟顶长树，儿孙无路，这个墓很凶啊。俗话说，吉树栽在坟边上，子孙后代身体棒；凶树栽在坟丘上，全家老小病殃殃。坟顶长树本就是风水大忌，更何况眼前的坟顶长的还是刺槐。看着眼前碗口粗细的刺槐树，陆佳一已然明白，叶家的事就跟眼前的坟墓有关。这座坟埋的是你什么人？好像是我的太爷爷。那就没错了，你爸和你小姑突然生病，就是跟这个墓穴上的刺槐树有关。你少在这忽悠我，坟顶长树怎么可能影响到活人？这个女人还真是难缠，给她说了那么多，她竟然一点也没听进去，看来只能给她来点狠的了。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们叶家生病的恐怕不止你爸爸和你小姑吧？你是怎么猜出来的？这可不是我猜的，我是从你太爷爷墓穴上看出来的。如果不把这棵树的问题解决掉，你们叶家生病的人会越来越多，用不了多久你也会出事。我怎么感觉他在诅咒我？这个烂人，真想上去抽烂他的臭嘴。那是不是把这棵树给砍了就行？这棵树的树根已经穿过棺材了，如果直接砍掉会伤到子孙根，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棵树移栽到别的地方。动祖坟这事我做不了主，我得回去问我爸爸。行，宜早不宜迟，我们赶紧回去。
陆先生，民间的诅咒术真的存在吗？诅咒术的确存在，但用诅咒术去诅咒一个人非常的麻烦，并不是随便说2句就能让一个人变成哑巴变成瘸子的。如果随便说2句就能成，那这个世界还不乱套了。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没事，我不介意，咱们之间不过就是一场交易。那你是不是真的会诅咒术？会，但我们奇门中人从来不会用咒术害人，因为那样会遭到天谴的。在唐朝以前，诅咒术就非常盛行，由于是害人之术，被各朝各代明令禁止流传，这也导致了诅咒术的失传。如今还在民间流传的，就还剩下一些扎小人和骂小人这些初级的诅咒。像南洋的巫蛊术、泰国的邪蛊术，都是由诅咒术演变而成的，属于华夏诅咒术的分支。而想要诅咒一个人，必须要有媒介，比如被咒人的头发、血液、生辰八字等。哎呦啊！叶小姐，你能不能好好开车？对不起，我听得有些入神了。爸，我找到治好你病的方法了。随即叶梦瑶就把叶家祖坟风水出问题的事情讲了出来。刚开始叶孤城并不相信，可听到陆家一说出叶家祖坟的风水是金龟孵蛋后，脸上流露出惊讶的表情。叶先生，如果你同意移走那棵树的话，就请点点头，如果不同意就算了。病床上的叶孤城考虑了片刻，便点了点头，因为他不想再做一个瞎子、哑巴、瘸子和废劳。我看谁敢动我叶家的祖坟！叶无名，你一个螃蟹有什么资格管我们叶家的事情？螃蟹怎么了？你们直系现在不是瞎子就是哑巴，估计你也快了。来的时候，三爷爷已经让我管理青州叶家所有的产业，包括叶家的祖坟墓地，所以没有我的允许，谁都不能动。叶无名，你这么做就不怕我爷爷吗？那个糟老头能不能活到年底还是一个未知数，有什么好怕的？叶小姐，你们叶家内部的事我就不掺和了，我家里还有事，就先走了。站住！刚才就是你提议要动我叶家祖坟的。我刚才就是在胡扯，你不要当真。自古以来，豪门争斗最为残酷，我可不想牵扯到叶家的事情里。好不容易接的大单就这么泡汤了。请问陆先生在吗？进来。陆先生，我们是来感谢你的，这是我们的一片心意，还希望你能收下。2位大哥给的太多了，200块就够了。这是不是我们给的太少了？前面找的那些道士神婆张口都是2、3万，他帮我们找到孩子却只收200。陆先生，这些钱你必须收下，你要不收下，就是看不起我们。陆先生，你是不是嫌我们带的钱太少？你要是嫌少的话，我们就是卖车卖房也会把钱给你。2位大哥想多了，我平时出门帮人看事都是100，这200块足够了。这好吧，多谢陆先生。2位大哥，还有件事。陆先生，请说。昨天晚上你们的孩子给我托梦了，他们让我转告你们，忘了他们开开心心的活着。陆先生，谢谢你。给你们孩子烧点衣服，昨天晚上他们来的时候还光着屁股呢。我们今晚就给孩子烧。2人又在随缘堂里坐了一会，便离开了随缘堂。这2人不是新闻上的2个溺水孩子的父亲吗？他们怎么会来随缘堂？难道网上疯传的葫芦隐尸就是陆家一干的？卧槽，这个女人怎么又来了？陆家一，你个大混蛋！我又不是瘟神，你为什么躲着我？你们叶家的事情我管不了，等下我就把钱退给你，请你不要再来找我好不好？不好。叶小姐，我不是什么大英雄，我还想多活几年，求放过。可算是走了。我操！把这个地方给我砸了！话音落下，2个保镖就开始一顿乱砸。由于画面过于暴力，就不展示了。陆家一只是微笑着抱起双手在一旁看着。当其中一个保镖将供桌打翻时，画像上祖师爷的表情从祥和变成了愤怒。陆家一连忙揉揉眼睛，再次看向画像，祖师爷的表情还是一副祥和的样子。难道是我看错了？大哥，保定。今天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记住，以后不准再跟叶梦瑶有任何来往。咱们走。看着3人离开，陆家义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他没想到对方这么快就找过来了。很多人认为遇到这种事，不管打得过打不过，就该直接冲上去和叶无名拼命。可陆家一不会，明知打不过还要上去拼命，那不是纯纯找虐吗？风水师报仇，有的是手段。没一会，叶梦瑶便出现在门口，他只是假装离开，刚刚发生的那一幕都看在他眼里。对不起，那10万就当我赔偿你的损失，我以后不会再来烦你了。叶小姐，不要着急走呀。你还有事吗？你的事情我都答应了。真的吗？
2天后是黄道吉日，到时候你找些属龙的人，我们去一树开棺。我知道了。还有，帮我弄到叶无名的生辰八字和指甲头发。你要这些东西干嘛？我要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诅咒术。你知道吗？春秋战国时期以前的太监并不用净身，而是让咒术师使用缩阳咒避免其祸乱后宫。然而有些太监掌握了解咒的方法，把皇家后宫搞得乌烟瘴气。直到始皇一统6国才统一给太监净身，因为净身的方法比缩阳咒的效果好，所以这个方法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因此缩阳咒也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少有人知。小滑头，赶快给我起来！谁？小混蛋，连我是谁都不认呢！你是祖师爷？你个小滑头，祖师爷的饭桌都被人掀了，你还跟个傻逼似的站在那里笑，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徒子徒孙？本仙限你3日之内让那混蛋付出代价，不然我就把你带走。什么情况？刚才好像梦到了祖师爷，可明明是一个梦，屁股为什么那么疼？我去，好像还肿了。祖师爷这2脚也太狠了。祖师爷，都是我不好，让那几个混蛋把你的饭碗砸了。您放心，我肯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您可千万不要把我带走啊！行了行了，你赶快把事办了，不然今天晚上本仙就把你带走。好嘞，您老等着。陆先生，你神神叨叨的干啥呢？没啥，东西找到了吗？别，我在叶无名房间外面的垃圾桶翻了好久才找到这些东西。给我，我要那个混蛋付出惨重的代价。叶梦瑶这个傻娘们，竟然把鸟毛当成了头发。陆先生，你愣着做什么？是头发和指甲有什么不对吗？没什么，我只是在想用什么诅咒。那你准备用什么术诅咒叶无名？民间禁术缩阳咒。什么是缩阳咒？中了缩阳咒的人会怎么样？你一个女孩家的，还是不要知道的好。女孩子怎么了？女孩子就不能知道缩阳咒是什么吗？我不管，你今天必须告诉我。好吧，缩阳咒主要针对的是男人，对女人没什么效果。中咒的男人会失去男性的功能，小鸟和鸟蛋都会缩到肚子里。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前，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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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不相信？没有亲眼看到，我肯定不会相信。这个事情听上去太玄乎了。呵呵，今天我就让你亲眼见识一下民间禁术缩阳咒的厉害。那前轱辘不转后轱辘转，你是一个单身汉，没车没房没存款，上个 B 班没保险，每月还得还贷款，有车贷有房贷，上班不敢歇礼拜，小病拖大病死，不上医院改烧纸。祖师爷，我用缩阳咒诅咒他，您可还满意？这人是不是有病？竟然跟一个画像说话。来公司一趟。陆先生，我还有事，就先回去了。不送。叶无名，你找我有事吗？呵呵，大小姐，我们有些日子没见了。叶无名，你想干嘛？我想干什么你应该清楚，只要你能满足我，你爸爸和小姑都能平安无事。只要你保证不伤害他们，我就答应你的要求。你放心，只要你满足我的需求，我绝不会伤害他们。怎么没有反应？怎么回事？我的小鸟呢？我的鸟蛋呢？怎么都不见了？缩阳咒竟然是真的，这也太神奇了。叶无名，你身为我的长辈，竟对我有非分之想，这就是老天爷对你的惩罚。闭嘴！这不可能是真的，一定是我酒喝多了，出现了幻觉。小鸟呢？我的鸟蛋呢？它们怎么不见了？我的小鸟去哪了？医生，我这到底是什么病？能不能治好？叶先生，你这个病非常罕见，我们要进行专家会诊。难道真的像叶梦瑶说的，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由于叶无名中了缩阳咒，在医院里接受治疗，所以这段时间他没再去找叶梦瑶的麻烦。转眼就到了叶家迁坟的日子，叶梦瑶也按照陆家一的要求，找来了几个属龙的工人。因为老祖宗的规矩，女人不能上坟，所以叶梦瑶只能坐在车里等着。各位大哥，等下不管看到什么东西，你们都不要害怕。放心吧，我们什么东西没见过，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没错，我们都活了一把年纪，什么妖魔鬼怪都见过。一个毛头小子能有什么本事？还冒充风水师。陆家一见工人的反应，也是笑了笑。他听出来了，这些工人是在讽刺他是一个骗子。陆家一没有跟他们计较，转而对着旁边的坟墓絮絮叨叨地说着：“
叶家的各位先祖多有打扰，还请见谅。我乃奇门一派传人陆家一，受你们叶家子孙之邀，替你们叶家子孙化灾解难，还请各位叶家先祖先行避让，如有冲撞之处，请各位莫怪。墓地动土这种事情需要子孙跪在坟前哭2声就好，奈何叶家子孙全部生病，陆家一只能给叶家先祖解释一下。梁大强和那些工人见陆家一对着坟墓念念叨叨，心想这个骗子可真会装。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直接吓得他脸色苍白。我操，那是什么？是鬼火！大家不要慌，他们不会伤害你们。刚刚还牛逼哄哄的说什么都见过，现在怕是尿都要被吓出来了吧？一帮工人此时才意识到，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绝对不是骗子，而是有真本事的风水大师。接下来陆家一吟诵了一遍安土地咒后，便让梁大强跟那些工人动手挖树。20分钟后，那棵刺槐树的树根也全部露了出来。刺槐树虽然只有碗口粗细，但它的根系就像一只大手抓住了棺材，仿佛是要把棺材捏碎。树根穿棺，子孙归天。陆先生，什么是树根穿棺，子孙归天？等有时间了再给你们解释，大家抓紧时间干活。吩咐完后，陆家一走到刺槐树前，他发现树根有被人斩断的痕迹，还有很多新长出来的树根，由此可见是有人故意把这棵树栽到这个坟墓上的。这是有人想用风水秘术把叶梦瑶这一只全部害死。这个人的心好歹毒，难道他就不怕遭到天谴吗？梁大哥，让他们把树抬到一边，等会找个地方把树重新栽上。好。梁大强应了一声，就安排工人将刺槐树抬到了叶家坟墓外面。陆家一走到棺材前朝里面看去，棺材里扎进来了很多树根，这些树根分别在骷髅的脖子、眼睛、嘴巴、胸腔、肋骨和右腿骨，这也就是叶家大部分人病情相同的原因。陆家一吩咐工人们将棺材里的树根清理干净后，把坟墓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各位叶家的先祖，你们可以回来了。卧槽，这真是神人呀！让鬼火离开就离开，让鬼火回来就回来。你想干嘛？这位小天使，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们叶家，我们叶家一定会报答你的。呵，还他妈吓人了！我以后再也不接这种活了，给多少钱我都不接。众人听完都忍不住笑了起来。等一切忙完后，众人回到了停车的地方。陆先生，那棵树移走了没有？还是让这些大哥讲给你听吧，我有点困了，想睡一觉。陆家一钻进车里，不再管外面的事情。梁大强和工人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将在墓地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叶梦瑶。叶梦瑶听的是心惊胆战，她回到车里，眼神复杂的看着熟睡的陆家一。如今刺槐树已经移走，他叶家的病会不会好起来？疯的，你挣多少钱？疯的，你挣多少钱？梦瑶，你在哪里？梦瑶，你听到爸爸说话了没有？爸，我听到了。你的眼睛和身体好了没有？都好了，不知怎么回事，今天我起床的时候发现所有的病都好了，真是太奇怪了。叶梦瑶在电话里把刚才发生的事情简单的描述了一遍。当叶孤城得知坟墓上的刺槐树已经移走，他恍然间才意识到，这一切真的跟刺槐树有关。梦瑶，陆先生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想见见他。他正在我的车上睡觉，我这就带他过去。哐，你马上把他带过来。就在叶孤城等待叶梦瑶和陆家一时，京城叶家也发生了一件大事。病了2年的叶家家主叶晴天，也就是叶梦瑶的爷爷，突然在梦中惊醒。刚才他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见了过世多年的父亲。他父亲一脸严肃地跟他说，叶家能度过此劫全是陆先生的功劳，要他一定要好好报答陆先生。叶晴天正想问是哪个陆先生，便醒了过来。与此同时，那些叶家的直系子孙也全都康复了。这2年叶家花了那么多钱都没有治好一个叶家子孙，他们不明白这一夜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操！爷爷，不好了！混账！谁让你跑进来的？爷爷，有要事啊！叶晴天那个老东西和那些叶家的直系子孙全都康复了。你刚才说的什么？再给我讲一遍。直系那些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夜之间全都康复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叶家的祖坟被人动过了？爷爷，你怎么想到给我打电话了？废物！我问你，是不是有人动了叶家的祖坟？我不知道啊。废物！我怎么会让你去青州？吴刚，赶快去备车，我要去见佐藤大师。
佐藤全名叫佐藤健一，是来自那个鸟国九局一流的10大阴阳师之一。九局一流又被称为九局一派，看过英书电影的人应该都知道，在这里就不多解释了。佐藤大师，你这是怎么了？我在你们叶家祖坟布下的鬼怀穿棺术，是不是被人给破了？佐藤大师真是神人呀，连我们叶家祖坟被人动过的事情都能算出来。闭嘴！你为什么不找人看守那个术？如今鬼怀穿棺术被破，我也遭到反噬。你个混蛋，是不是想害死我？这也是我一时疏忽。现在叶家的直系的人都恢复了，叶家所有的权利肯定会被他们拿回去。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要亲自去一趟青州。陆先生，这次多亏有你，不然我们叶家就真的就完了。大恩不言谢，你有什么需要尽管说。我只是拿钱做事，你也不用感谢我。我还有事就先行告辞了。看来想跟他做朋友是有点困难了。梦瑶，送陆先生回去。爹，叶先生，有件事情我想提醒你一下。不，请讲。你们叶家子孙之所以会生病，是因为祖坟上被人动了手脚。那人应该也是一名风水师，刺槐树被移走，我想他已经察觉到了，所以这件事情还没有完，你们一定要小心一点。谢谢。哥，他就是一个骗子，你可千万不要被他骗了。小妹，我希望你能放下对陆先生的偏见。如果那个风水师找上门，我们还要指望陆先生对付那个风水师？不可能，我就是看他不爽。如果那个风水师敢来，我就去找胡大师。真是个傻叉，把一个骗子当大师，把一个大师当骗子。谢谢你，要是你没有你，我们叶家就……不用谢，记着把剩下的钱转给我就行。还有，不要告诉任何人是我把刺槐树移走的，尤其是不能让叶无名知道。爹。臭直男！我这么漂亮的美女想跟你谈感情，你竟然跟我谈钱，气死我了！祖师爷，您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我又惹您老人家生气了？小傻逼，你被人给骗了！你给我买的金饭碗全是假货啊！我们奇门一派怎么会有你这种傻逼？连黄金都不认识，简直太丢人了！他妈的，老子花了80多万，竟然买了一堆假货。小伙花了80多万买的黄金，竟然是一只假货。当他去找金店讨要说法时，却反遭对方污蔑。于是小伙决定用3师党裁决给这家金店一个教训。你们这些奸商，我花了80多万买的东西，竟然全部是假货！入嫩娘，退钱！这位先生，我们店所有的产品都是货真价实，请你不要污蔑我们。你们还要不要脸？我这些东西就是在你们店里买的，你们竟然不承认！这位先生，我们集团向来以诚信为本，绝不会卖假货。而且当时您也检查过了，如今过了2天，您又把东西拿回来说是假货，这不明摆着是诈骗吗？我操，我咋忘记这茬了？黄金出了店，就算有理也说不清楚了。哼！他妈的，这家金店的手段还真是高明啊！咦，好可怜的小猫！你们不仁就别怪我不义，我要让你们知道，欺骗一个风水师的下场会有多惨。看到这只猫，陆家一决定用3师党裁局教训一下这家黑店。3师党才是拦人钱财的风水禁术，而所谓的3师指的是病死的猫、无毛的死乌鸦和受死的蝙蝠。这3种死法可以说是非常凄惨，所以是难得一见的大衰之物。还差乌鸦和蝙蝠，这2玩意在城市里可不好找啊。对了，王兵家就住在青州郊外，他应该知道哪里有乌鸦和蝙蝠。哈哈，老同学，好久不见。老同学见面先是一阵寒暄，紧接着又聊了一会近况，都是唏嘘不已。冰子，你们村最近是不是经常出事？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一进来就看到你们村子被一股黑煞之气笼罩，而且村子里鸡鸣狗叫，6处不安，这是典型的大凶之兆。你们村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从半个月前开始，村里的家禽家畜莫名其妙的开始死亡，接着就是那些身体差的老人，现在连年轻人的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差了。我们村子以前也是风调雨顺，6处兴旺，有钱的当官的也特别多，现在不是破产的就是被抓的。6处不安，家宅不宁，人亡财消，官印落地。如果这个村子上的人不搬走，可能会全部死光。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们村里是不是在杀牛？这个牛叫的也太瘆人了。没有啊，我怎么没有听到？就是那边，你竖起耳朵好好的听一下。加1，
你是不是听错了？我只听到了鸡和狗的叫声。我不可能听错的，真的有2只牛在叫。二婶子，你有没有听到牛叫的声音？哪有什么牛叫的声音？我只听到鸡和狗的叫声。哈哈，一定是你听错了。我真的听到了牛叫的声音，就是从村东边传来的。走去那边看看。你不会告诉我，牛叫的声音就是这2个石牛传出来的吧？你猜的没错，牛叫的声音正是这2个石头牛发出来的。什么？石牛怎么可能会叫？你可不要跟我开玩笑。我可没跟你开玩笑，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2个石牛应该是有了风水灵体的双牛换耕局。小伙子，你是怎么知道这石牛是双牛换耕局的？大爷，我是一名风水师，自然是能认出此处风水的。这年轻人，我操！六叔，这2个石牛真是风水局啊？没错，这2个石牛在这里已经200多年了。我听上一辈人讲，200多年前咱们这个村子养什么什么死，是10里8乡有名的穷村僻壤。后来来了一个自称是3元一派龙门8局的传人，他说咱们村子建在了地形位上，说什么地形将至，天劫已到，让我们村子的人3天内离开，不然就会大祸临头。刚开始村里的人根本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谁曾想3天后的夜里突然发了一场大水，把整个村子冲得一干二净。还好那个风水师把所有的村民喊醒，跑到了高处。后来村子重建后，那个风水师让人雕刻了2尊石牛放在了这里，又在旁边栽了一棵梧桐树，说是给2个石牛乘凉遮雨。风水师做好一切便离开了村子，他临行前还留了一句话，说2个石牛是他部下的双牛换耕局，如今机缘不到，等机缘到了可保此处村民安居乐业。村里人也不明白什么是机缘未到，继续过着穷苦日子。直到2年后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有一个老妇带着一个孩子冻死在了石牛旁。从那以后，每天早晨村民们都能听到村东边传来老牛和小牛的叫声。村民们开始以为谁家的牛跑了，可是找了很久也没有看到一头牛。后来才发现牛叫声竟然是2个石牛发出来的。村民这时才想到了那个风水师说的双牛换耕，不正是这个意思吗？从此以后，村民只要听到牛叫的声音就去地里劳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村子变得越来越好，就算是大旱之年也能风调雨顺。村子里有钱的人也越来越多，还有很多人当了大官。六叔，这2个石头牛真的会叫吗？我小时候还亲耳听到过他们叫，不知为什么现在也听不到了。六叔，我这个兄弟他刚才也听到了石牛的叫声。真的吗？小伙子，你现在还能听到石头牛的叫声吗？这2个石牛的叫声好像很痛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村子现在的状况肯定与双牛换耕局有关，应该是有人在风水局上做了手脚。你说有人在风水上动了手脚？没错。最近你们村子有没有来过什么陌生人？半个月前有2个岛国人来过我们村子，他们找我们村长想买这2个石牛，我们村长没卖给他们。算一下时间，在双牛换耕风水局上动手脚的，应该就是那2个岛国人。我们村跟那2个岛国人无冤无仇的，他们为什么要破坏我们村的风水？民间传闻，有一帮来自岛国9局一流的阴阳师，他们行走在华夏土地上，专门破除各种风水局，同时还会布置一些凶局，想要遏制华夏的国运。后来这帮人想去昆仑山破掉华夏的主龙脉，他们刚进去就遇到了守护龙脉的护龙卫，结果全都惨死在了昆仑山中。千百年来，这些岛国人亡我华夏之心不死，真的太可恶了。加一，什么是护龙卫？护龙卫是华夏官方跟3元一派龙门8局创建的一个神秘组织，里面的成员都是精通玄术和一些武道高手，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守护龙脉免遭贼寇破坏。小先生，你也是风水师，你能帮我们村子化解这一次灾难吗？大爷放心吧，我会尽力的。加一，这是怎么回事？这2个石牛怎么还会流血？这是地煞解牛术。什么是地煞解牛术？地煞解牛术是引72方位地煞之气冲撞石牛，然后再等7749天后，石牛会被分成72块，到那时整个村子的活物都会死得一干二净。就在陆佳一说话时，很多忙完农活的村民都被石牛的异状吸引了过来，他们都是一脸的震惊。很快村长王喜也闻讯赶了过来。你是什么人，敢在我们村上妖言惑众？我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告诉你？不管怎么说，对方也是村长。王斌急忙上前给村长解释。当听到2个岛国人时，村长的脸上明显有些慌张。哪有什么岛国人，你可不要乱说。村长，你忘了，半个月前还是我把他们带到你家去的。那天的确有2个岛国人想买石牛，但是我没有卖给他们。这位村长，
你确定没把石牛卖给那2个岛国人？这是我们村自己的事情，跟你一个外人有什么关系？你再敢乱说话，我让你走不出这个村子。陆佳一的话已经让围观的村民意识到村长在说谎，就算他没把石牛卖掉，肯定也跟那2个岛国人达成了什么协议。王喜来，如果你没答应，他们怎么敢在石牛上做手脚？你最好给大伙说句实话，这可关系到咱们村2000多口人的性命。是，我就卖了，这犯法吗？况且这2个破石头我卖了150万，拿这些钱给咱们村上修桥铺路不好吗？王喜来，你糊涂呀！这2个石牛是我们村子的守护神，你怎么能把他们卖掉？我是村长，我想卖就卖，你能管得着吗？王喜来非常的嚣张，可围观的村民也是敢怒不敢言，只有那个老人愤怒地指责着王喜来。就在此时，一群乌鸦突然飞到了村子里，呱呱乱叫，紧接着就是一群老鼠逃命似的从村子里跑了出来，有的老鼠跑着跑着就失去了生命气息。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么多老鼠？乌鸦哭丧，老鼠搬家，看来你们村子要出大事了。你再敢妖言惑众，我就报警把你抓起来。我有没有妖言惑众，你等着看就行。你是随缘堂的陆先生？你是？陆先生，我认识你。前几天我妹家的孩子在水库里洗澡被淹死了，就是你用葫芦把尸体找出来的。您是有真本事的，请你一定要救救我们村子。大姐，你就放心吧，我肯定不会袖手旁观的。乡亲们，希望你们能清醒一点，不要被骗子给骗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我们要相信科学，不能相信封建迷信。那你给我们解释一下，这石牛身上为什么会流血？不管怎么样，这石牛我已经卖给了岛国人，你们谁要是敢动，以后在这个村子上别想有好日子过。王喜来，你算个什么东西？没有我们村老少爷们的支持，你在这个村上狗屁都不是。王喜来，我们选你当村长是因为信任你，你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我们能选你当村长，也能选别人当村长，你就等着下台吧。尼玛，我现在就让你过不下去，乡亲们，打死他！王喜来被吓跑后，陆佳一测算出72地煞方位，他让村民们按照他标记好的位置往下挖，刚挖了没多久就挖出来了牛的残躯，每个残躯上都插着一把刀，等把72个方位的残躯拼起来，正好是一整头牛。这手法还真是歹毒啊！他们不仅是破坏你们村的风水，还要你们村绝子绝孙。怎么说？这些刀子都是在牛活着的时候插上去的。杰克士，你这是怎么了？地下解牛术被破了。你这小鬼子之所以惊讶，是因为想破地煞解牛术，必须按照72地煞位的顺序。当初他们为了布地煞解牛术，用了5天时间才找齐72地煞位。如果他们知道陆家一只用了半个小时就找齐了顺序，估计他们一辈子都不敢再踏入华夏土地。杰克士，你可不能死！你哥哥这2天就回来听说，都是我怎么吓他着的。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牛死前的怨气，牛的怨气越大，煞气聚集的速度就会越快，这样就可以快速的破掉双牛换耕局。这2个岛国人还真的是畜生不如啊！不要让我遇到他们，否则我非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这几天你让村里安排人守着石牛，那2个岛国人一定还会回来的。对了，你来找我什么事？帮我找一下无毛的乌鸦和瘦死的蝙蝠。你找这些东西做什么？害人。这玩意不就是普通动物的尸体吗？你怎么害人？难道你要研究什么病毒？我告诉你啊，这事可不兴干，犯法的，你知道吗？随即陆家一把想用3尸打才教训圣海金殿的事情告诉了他。这也太离谱了吧！好了，赶紧带我去吧。2人吃饱喝足后，王斌带着陆佳一来到村子后面的山林中。2人在山里转悠了大半天，才找到了无毛乌鸦。接下来要找的就是瘦死的蝙蝠。王斌带着陆佳一来到了一个名叫土宝洞的山洞。这山洞为什么叫土宝洞？小时候听我爷爷说，这山洞是土宝树修炼的地方，所以就叫土宝洞。你说的是招财神兽土宝树？你怎么知道土宝树是招财神兽的？在一本古籍上看到过。走，咱们进去吧。2人走进山洞深处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瘦死的蝙蝠。就在他们往山洞外面走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佳一，好像有什么东西跟在我们后面。别管那么多，我们继续往前走。他好像还在跟着我们，会不会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应该不是。陆佳一已经开了天眼，这山洞里要是有脏东西，他一定能看到。
但他可以确定，的确有东西跟在他们的身后。我乃奇门一派传人，不知是何方神圣仙居此洞，如有打扰，还请见谅。这应该就是土宝鼠吧？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老鼠，咱们赶快回去吧。难道真的是我看错了？小家伙，你不要再跟着我们了，听到没？小老鼠叫了2声后，转身消失在山洞里。两人因为急着下山，就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等到家时，已经是傍晚时分。第二天，王斌跟着陆佳一回到了随缘堂，他想要亲眼见识一下3师党裁决的厉害。老陆，现在万事俱备，你准备什么时候教训圣海金殿？今天正好是3破日，就今晚吧。啥是3破日？又为啥要在3破日布局？3破日指的就是破财、破身、破运，也被称为大凶之日。在这一天布局，不仅能挡住对方的财运，还能让对方晦气缠身，霉运当头。就凭那3个尸体就能让人倒霉，这也太扯了吧！不信算球，懒得跟你解释。哥，说说呗。黄帝阴符经上记载，人生于气则不是气。这句话的意思指的是人生活在空气中却看不见空气，而气又分很多种，比如煞气、衰气、财气等各种气场。因为人依气而生，所以气场不同，对人的影响也就不同。3师党财之所以能改变一个人的财运，正是因为改变了一个地方的气场，把财气变成了衰气与晦气。至于鱼生于水则不是水，鬼生于土则不是土，就不多跟你说了，不然看官老爷们要说我水剧情了。耳朵说他听懂了，脑子说你放屁。走，咱们去圣海金殿看看，如果他们能把钱退回来，就给他们一次机会。你怎么又来了？我上次饶了你，你还敢来？是不是我报警把你抓起来，你才会老实？你们这帮骗子还是这么嚣张啊！我承认骗了你80万，那又怎么样？有本事报警抓我啊！告诉你，我们老板邓四海可是黑白2道通吃，你们能拿我怎么样？死不悔改，咱们走吧。时间很快到了深夜，陆佳一和王斌来到了圣海金殿的露台上。他拿出罗盘推算出3大财位，然后分别把乌鸦的尸体放到了明财位上，蝙蝠的尸体放到了暗财位上，病猫的尸体放到了流年财位上。见大衰之气挡住了3方财气，陆佳一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老陆，是不是不好了？那接下来圣海金殿会发生什么？我也是第一次布这个局，具体会发生什么不太清楚，等明天看吧。保安，门口怎么会有野猫？还有门框上的乌鸦和蝙蝠怎么回事？你赶快把他们赶走。韩经理，哪有什么乌鸦和蝙蝠？怎么会没有？我刚才亲眼看到的。怎么不见了？奇怪，难道是我眼花了？这一天早上，很多店里的员工都看到了野猫、乌鸦和蝙蝠，可等走到跟前时，3个动物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员工们虽然疑惑，但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殊不知，这是他们灾难的开始。接下来的几天，圣海金殿的生意从门庭若市变得门可罗雀，员工们也是个个灾难不断。卖假黄金给陆佳一的那个女员工，因为看到乌鸦被吓得导致流产；经理韩丽丽开车途中被蝙蝠吓得发生了车祸，她骗陆佳一的80万，不但赔得干干净净，还倒贴了几万。其余员工也因为看到这几只动物，被吓得发生了一些小灾小祸。奇怪的是，这3只动物只有当事人能看见，这也导致旁人都怀疑他们精神有问题。最终，圣海金殿只能停业整顿。同时，这件事也传到了他们老板邓四海的耳朵里。如今，圣海金殿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陆佳一决定把3师党财局给破了。老陆，这3师党财局也太牛逼了！嘿嘿，我也是第一次见识这个局的威力。那要怎样做才能破掉3师党财局？把尸体取下来，然后用朱砂火烧掉就可以了。我操！老陆，这尸体怎么活了？